And I announce both of you are officially husband and wife. And of course,嘿，美人，好久不见！没错，我在几个月前结婚啦。我办了2场完全不同，然后又很特别的体验，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其中一场呢以永续为主题的一个婚礼。如果呢你也在考虑办一场环保然后又有意义的婚礼呢，希望今天我的一些分享、一些经验可以带给你一些启发。然后这一次的拍摄呢，我也想邀请在镜头后面我的老公一翔来跟大家一起聊。Hello， 我是玉祥。想到要办永续婚礼呢，其实这个是一个我在很多年前的一个想法。然后当时候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呢，就有看到一个夫妻他们办了一个零垃圾婚礼。然后那时候看到这个分享的时候，就觉得超级酷、超级有意义，然后又很温馨。我心里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结婚的时候呢，我一定也要办这样子的婚礼。然后那时候呢，我就一直把那些新闻的 link 啊，然后去跟玉祥分享。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不可能，因为跟本来我们大家想象中的婚礼差别太大了，所以我一开始是觉得，这可能是你一些比较天真的想法啊。那对我来说呢，永续婚礼它也不只是要零垃圾，然后它尽量呢可以，它的核心理念就是尽量不要有太多的浪费，然后尽量用我们现在已经有的资源来办这个婚礼。然后除此之外，还可以是支持本地 vendors， 然后我们租用本地的婚纱，然后可以减少碳排放，鼓励大家一起 carpool， 这些是我对永续婚礼的一个想象。所以呢，在办永续婚礼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先清楚自己想要办的是怎么样的婚礼。所以一开始我会跟玉祥一开始就沟通好。KL 这一场呢，我希望它是以永续为主题，接近大自然，在户外的，然后比较小型，然后就是真的很 close 的亲戚啊、朋友一起参与，然后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婚礼。所以清楚我们自己要的是什么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去找我们想要的场地跟 vendors。场地我记得应该用了快2个月去找，有很多不同的。我们那时候一开始是 Google 去找有没有户外婚礼，然后都是找家里附近，因为不想要去太远嘛。但是发现如果以户外婚礼为主要的那种 event 的场地，他们的 budget 可能有点太高，就那费用有点太高，就跟我们 budget 不符合。不然呢，就是我们找到其他有一些场地也是很不错，但是可能他的那个负责人跟我们去跟他聊的时候，发现他跟我们的理念没有到太契合，所以就是我们找的每一个场地、每一个 vendors， 我们都希望是可以谈得来，比较弹性一点，因为我们想做永续这一个理念，我们需要在每一个环节跟细节上可以去做一些调整的。然后后来为什么会找到这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后来就想到，没有找过 Airbnb 哦，不然就去找看 Airbnb 哦。结果真的给我们找到哦，然后就找到这一间在呼兰岸的Far Away，然后就遇到了这个地主叫 Terry 跟雅蒂，他们是一对夫妻，然后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支持永续理念的。他们从一开始，这一个地方是一个废弃的榴莲园，然后一直到他们打算退休过后就生活在这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就一直很努力的去打造一个可以跟自然共存的一个很理想的一个生活场地。然后就找到他们的时候，真的是超级超级开心，就是整个场地的规划都很符合我们要的要求。像他们会有一个小小的 garden， 然后就可以做我们想要做的那种仪式，然后也不需要太多的布置，然后又有很舒服的一个场地，让我们可以去做敬茶，然后让我们来宾可以休息，我们也可以住在那里，就不用很赶的，很舒服很 chill 的。然后而且这个地方还也拿到那个 Green Stay Awards。然后它最特色的哦，就是它的家具啊、家私啊，全部都是Terry 跟雅蒂他们自己去打造，然后或者是回收回来的，所以它那边每一个桌子都是很有特色、很不一样的。然后他们会去想要怎样环保，所以他们就有做好垃圾分类啊，然后他们的电啊、水啊，全部都是比较永续的方式去经营这一个场地的。所以找到这个地方就非常非常的开心跟满足，然后也很符合我们要的。找
找到这个场地了之后呢，我们也开始去找其他重要的 vendors， 像是定了场地啊，就要有化妆师啊、摄影师啊，然后你的食物要怎么样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首先我们都会先去约他们，先聊，跟他们沟通，我们想要做的是永续的主题，看对方 OK 吗？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尝试吗？然后如果他们 OK 的话，我们理念也 OK， 我们也聊得来，我们才确定我们会用他们的服务。然后就在这整个的过程，我们也就突然间发现，原来我们Malaysia是有 sustainable event planner 的哦。这之前我们是完全不知道哦，就是我们也没有想过，我们办婚礼会想要有一个 planner。我们本来就打算自己办就好了，但没有想到就是在Google找的时候，竟然就发现了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而且 Zero Waste Malaysia 他们也是有推荐，所以我们就去主动去联络，然后去聊咯。因为那时候真的蛮好奇的。然后后来在讨论的过程，我们就发现就很惊喜，然后就发现哇，他们真的很专业。然后每一个环节，像一开始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聊这样那个布置的部分，可能就是花的部分，假花跟真花之间到底哪一个更环保，我们也有很多的讨论。然后我们就觉得可以互相一起合作一下，看看怎么样。因为他们之前也没有办过一个完全就是以永续为主题的一个婚礼，所以我们就一起合作咯。然后那时候合作下来，我们其实觉得真的很值得，就是有一个 planner 的话，因为毕竟他们也办了很多场的婚礼，然后以他们的经验，他们已经有一套的系统。然后当他们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了之后，他们就以他们的经验来去给我们一些 idea， 然后我们也一起讨论。就像在这个之前，我们有没有想过原来婚礼可以用蔬菜水果来布置？我完全没有想过这一个东西，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谈到要给来的亲朋好友什么样的一个礼物，然后我们又不想要太过的去买一些不实用的或者是新的东西，然后可能会造成浪费。然后后来就想到水果跟蔬菜很不错，他们就给我们看那 proposal 的时候，然后就我们定的一些想法，我就超级喜欢的，就是完全是很大自然，然后又不会用到太多的其他新的东西，然后这些水果蔬菜在布置了之后，又可以让我们的亲朋好友带回家，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这方法超级棒了。然后当天有 planner 的时候，也是很安心，因为那一天真的是我们要开始的时候，反而就乌云密布，然后之前的时候还下了一场大雨，所以那时候有 planner 在的时候，真的是很放心。我和玉祥完全就是很投入、很沉浸在这整个婚礼里面。我觉得还是经验吧，就是因为不管怎么样，如果只是跟身边的家人聊，或者是从我们的朋友聊我们想要的东西，可是大家可能就是没有办过婚礼，或者是可能只有一次婚礼的经验。可是如果是跟有这样子一个 planner 聊，他们是有很多次的婚礼的经验，所以他们肯定给到的建议会是我觉得很多地方是可以采纳的啦，甚至是很多我们会少走很多坑啊，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啦。是哦，他们好像我们婚纱、我们的 catering 那些，我们去讲了过后，然后他们给我们的一些 vendors list 都是会符合我们的要求的。这个要不要 planner 就看大家自己决定，但是如果有 planner 的话，确实是一个很加分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也当天真的是完全很投入在我们自己的婚礼里面，因为我们觉得婚礼就是不是要反而自己在忙，然后反而是一个很难得可以跟家人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刻，所以整个下来真的是觉得蛮值得的。后来有了场地，然后有 event planner 了过后，我们也陆陆续续找到其他我们很喜欢的一些 vendors， 像是我们的造型、我们的化妆师，我们就尽量就有跟他沟通，我们怎么样可以减少垃圾的产生，所以我们的造型只是一次而已，一套到尾，我们也没有换。然后我们的发饰，我们也是尽量重复使用的。其中的那个植物是我们的化妆师跟我们的花艺师讨论了很久，然后过后最后决定用我们花艺师他自己在工作室自己种植的一个植物，忘记叫什么名啊？等一下我再补上来。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真的是我们的化妆师Tail Makeover Studio 的 Asaki， 真的是超级有耐心。然后当我跟他讲永续理念的时候，他也非常的 support。一开始他就我们一起去谈，因为其实讲到永续怎么样去环保的去化妆啊，跟做发型啊这些。
其实之前我真的是不清楚，然后也不了解在马来西亚有没有一个这样子以这个主题，甚至那些产品那些也是在马来西亚好像都很难，也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整个过程我们也是一直在网络上参考啊，然后后来我们也决定就用现有化妆师或者是花艺师他们本来就已经有了的资源，我们就没有再另外要去买新的产品啊，还是什么比较符合我们对永续的一个想象。然后呢，场地的部分我们就尽量保留户外自然的元素，因为那个户外已经很漂亮了嘛，然后再加上 event planner 给的那个水果蔬菜的布置的那个 idea， 这里也很感谢我的大学朋友，就是现在是野生作业工作室的雪莹花艺师，然后还有Jerry， 他是一个农夫，然后他介绍的 FK Supply， 让我们的婚礼有超级好吃，然后又很好看的蔬菜水果来去做现场的布置跟给来宾的伴手礼。然后在这个部分呢，就是选择蔬菜跟水果的部分，其实我们就是尽量选择一些比较耐放的，然后比较硬皮的，就像是coconut， 然后西瓜，然后黄梨啊，然后萝卜、马铃薯这些，就是可以摆放比较耐放，然后也有不同的颜色。然后结果在婚礼结束之后，我们的来宾他就可以好像逛巴萨这样子去选他们要的哪一些水果跟蔬菜，然后就在婚礼结束之后的好几天，然后我们就收到他们陆续会 tag 我们或者 WhatsApp message 我们他们吃水果啊，或者是他们煮的那些菜的那些画面，就真的很可爱。然后还有就是会觉得哇，我们的那些现场布置的那些水果啊、蔬菜啊，都有给他们拿回去，然后就好像我们给他们的祝福，我们幸福的祝福有传出去了这样子的感觉。然后还有我们的手捧花跟我们的胸花，我们也是超级喜欢，就是很特别。然后我们 catering 的部分，我们食物的部分呢，我们永续的概念就是我们尽量不要产生垃圾嘛，所以我们所有的餐具我们都有跟 caterer 说我们要重复使用的。然后食材也尽量是选本地的食材，然后蔬菜比较多，因为婚礼它是这么多 event 里面，它真的是一个很浪费食物的一个 event 来的。其实因为会有很多剩食，然后大家因为都会尽量叫更多，然后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所以这一个部分我们也跟 caterer 讨论了。很多就是尽量的去控制它的分量，然后呢就是也鼓励我们来的那些来宾尽量带自己的 double way， 所以现场可以看到其实结束之后剩下的食物是不多的，然后有剩下的话大家也很踊跃的去打包，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有跟我们的那个地主也有做好场地那一个垃圾分类的规划，吃完的一些食物一些真的剩下来没有办法的，他们也有过后拿去做厨余堆肥，所以其实整个过程我们都没有浪费到任何的食物。然后这一些不同的这些环节呢，其实我们都是在婚礼之前都做好了很多的沟通跟安排。那前面讲到的其实都是跟 vendors 嘛，只要我们其实越做的越详细的沟通跟安排，其实婚礼当天都不需要太多的担心了啊。在这里还有一个人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超人搭档，就是我们的小咖 Jax， 然后在这一次的婚礼他其实真的是帮我超级大的忙，因为我们平时也一起工作嘛，就是在做永续教育相关的一些工作，所以他也很清楚我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公司每次在办活动的一些资源啊，像是我们会有的一些竹架啊等等的，我们就运用我们这一些的资源来做成我们的迎宾板，然后我们整体的整个的布置的想法啊、摆设啊，然后或者是在 reception 的时候跟来宾的一些互动啊，就因为小咖他本来 Jax 他本来就是很有他的艺术审美细胞，所以我们的那个布置，然后甚至我们的那个互动签到区都很喜欢，然后还有我们镜子，因为我们就让来宾来打卡嘛，然后我们又不想要那些只是一次性的，所以我们就用镜子，然后小咖就在上面画，然后这个镜子又是我们的那个花艺师他自己工作室有的，所以东西都是重复用现在有的，但是画面拍出来都很好看，然后也留下了很多很好的回忆哦。然后这些都是跟合作伙伴之间的沟通跟规划。然后除了这些以外呢，最重要的沟通还有就是跟朋友、跟家人，尤其是在这个永续这一块。那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当我们确定了场地、确定了
日期之后，这些细节我们就要开始发出 invitation 了嘛，就要 book 我们的家人朋友的时间。所以为了减少纸张的浪费，所以我们那时候全部都是用电子的邀请函，所以我们就用 WhatsApp 全部 send 出去哦。其实这些大家都不用担心，因为网络上其实都有很多 template。那我们用的呢，其实就是 Canva 的video 的 template 了，然后超喜欢的。过后呢，我们还有就是婚礼，我们有设计一个环节，就是让大家一起来集体问我们，你愿意吗？我愿意那个誓言。所以那一个前面讲的一段很温馨的话，我们也是事先设计好电子版本，然后就 send 给我们的亲朋好友，然后怎么样去啊，交通资讯啊，或者是来到这一个场地有什么样要注意的一些提醒啊等等的，我们都是透过 WhatsApp 提前去跟这一个我们来的人沟通。像我们要减少碳足迹，我们鼓励大家一起去carpool，因为场地停车位也是很有限嘛，然后我们又没有请很多人哦，然后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要避免好像一个车只有一个人或者2个人坐，所以我们就做好一个 Google Sheet， 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朋友一个一个亲戚去问，哎，当天会从哪里来呀？然后愿不愿意跟其他亲戚或者朋友一起carpool啊？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安排，我们也有更多的，因为平时我们也不会跟一些亲戚聊太多，或者是就不会去聊他们最近比较远的亲戚来，就没有去聊，然后反而因为这样子的安排，然后很多的提醒，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们反而就聊了更多，然后又变得更连接回来了，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们也让本来就不认识的亲戚或者是一些朋友，他们也因为这样子连接起来，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嘛，他们住在附近同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也因为这样认识啊，然后去那个地方过程，他们就在车里面聊天，然后就变熟了哦，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的朋友、我的亲戚也都互相认识了，就觉得很好玩、很值得的一个环节。然后在服装的部分呢，我们也是有我们有 send 我们想要的 color code 那些 send 给我们的亲戚朋友，然后我们的姐妹兄弟啊那些都有。但是呢，我们也不会强制要他们一定要穿那个颜色的衣服，如果没有的话也 OK， 然后如果有的话呢，就穿他们自己喜欢的风格。所以我们姐妹跟兄弟也是没有统一的衣服了，但是拍出来的效果就还是很和谐，也是很喜欢。所以其实也不一定要特地为了一个婚礼去买一样的姐妹兄弟的衣服，反而是大家可以平时就有在穿，然后也很好看的，大家穿到舒服的就很好了。所以总结一下，总而言之呢，办永续婚礼或者其实办婚礼啦，它整个过程都是要持续的去沟通哦，然后要知道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然后过程一定会有挑战的，毕竟每一个人对婚礼都有不同的想象跟过去不同的经验嘛。然后我们要做的又是要环保、要永续的，所以大家更加对于这个环保、永续的概念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整个过程呢，其实只要我们保持开放的心，然后我们一起讨论，然后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不需要做到太完美的。其实只要有我们开始一起为了想要做到更加友善环境这个 idea 上面开始去讨论，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整个过程好好的享受就是了，毕竟这是一个很难的，也是一个跟家人、跟朋友还有不同的合作伙伴一起建立共识、一起讨论的一起聚在一起的一个过程，所以就好好的去享受，这一些都是在之后未来很美好的回忆。玉祥有要补充的吗？我觉得就是像刚才你前面讲的，就是不要太过不一定要做太过极致，可能你要考量的另外一个东西是嘉宾的感受啦，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的目的毕竟是想要让大家明白，其实永续婚礼并不难，或者是永续婚礼可以很简单开始，可是不能够让嘉宾来了之后感受到，这个事情很麻烦，或者是我不会做这个，我不会做那个，然后觉得很多的限制，然后整个体验让他们觉得不开心。就这样子反而会让以后他们会更加排斥这样的东西。
所以就是我们在对，所以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就是会一直考量到，怎么样可以就是让嘉宾可以尽可能容易的融入，他们不需要做太多的 effort， 但是又可以融入，就只要做一个很小的动作，他就可以开始参与我们这个过程，这样子，然后他们参与的过程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也是想让传达给他们啦，所以我们就会找我们的 MC 一直在帮我们讲，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其实是会带来什么样很小的影响，这样子。就是我们尽量的要达到一个 balance， 然后开放的心哦，然后去持续的去做沟通，只要有做了一点点就已经很好了。希望我们这一次分享的一些经验呢，能够带给大家一些灵感啊，然后更多细节其实我们在 Lashri 的网站也是有写了一个文字的版本，大家可以再去聊。然后接下来如果喜欢我们分享更多的话，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婚礼，也是想要跟大家继续分享的，所以大家可以按赞，然后留言，然后分享更多，让更多人知道婚礼可以更永续、更有意义，然后也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的去分享更多永续生活的细节。就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啦，谢谢大家，拜拜。